我用捡来的这些废木条和纸壳子做了这一整面的挂画墙。沙发后面的墙太空了，就想弄些挂画装饰装饰。工具买了很多了，加上之前也捡了不少这种木条，就想自己试着做做看，既把它们都利用上了，也练手了。第一步，先把木条相互分开，再把钉子都去掉。分享个技巧，遇到这种不好撬的钉子，可以用钳子夹住后撬钳子就行了。木条长度够用的话，也可以直接锯掉这连接处，把相近规格的木条放一起，选出需要的长度，简单打磨下，去掉表面脏东西和毛刺，把好的朝外的那面标记出来。接下来就是画线了，用三角尺画出45度角，这样切掉后好拼成方形。用手锯锯也行，但用工具更效率和精确。调到45度角切割，一锯下去就切好了。把所有木条都切好后，先试试拼一下，看有没有问题。然后再量一下对角线是不是一样长。接下来就是开槽了，我是用2块木板夹着木条，用修边机开的槽。开完一遍后，把木条上下交换下，再开一遍，这样它们的深度就都一样了。这个深度完全够用了。接下来就是上木工胶，用夹具夹紧固定了。夹紧是为了让木材与胶结合得更紧密。这个夹具买来还是第一次用，是专门用来夹木框的。但夹具只买了一个，要做的框还很多，所以其他的我准备用橡皮筋来夹紧。这就需要提前上胶，再用美纹纸或者胶带简单固定下，简单的粘下，木条就不容易倒了。然后从松到紧，一步步的勒紧就行了。自己一个人的话，用脚和膝盖顶着点两边，这样不容易歪。紧的程度越小越好操作，实现的效果一样也是很结实的。然后再把剩下的这些都逐个加工一下。24小时后胶干了就可以2次固定了。我选的是钻孔加榫柱，这种方法比较简单些。先钻出斜孔，然后给榫柱抹胶，再敲进去就好了。2次固定是给画框植入筋骨，这样即使是摔打和敲击都不会有问题。在24小时后胶干了，就可以锯掉榫柱，然后进行最终的打磨了。最后这步精打磨很重要，它能把木条打磨得非常细腻光滑，还能把木头本身的纹理给打磨出来。最后是注入灵魂的步骤，上木蜡油。抹了木蜡油后，木头的色泽和手感也就都出来了。来对比一下，看效果是不是很明显？下面是抹过的，上面是没抹的。全是原木色也不太好看，就给其中几个刷上了些白漆。到这里画框部分就都完工了。底板我用的是不要钱的废纸壳子，堆了很久懒得卖，这回终于也派上了用场。足够硬，足够平，拿来当底板非常合适。PVC 面板不得不买了，其实也不贵，91厘米乘183厘米的一张也才10几块钱，一张我能做好多个。0.4毫米是最低标准，越厚肯定越硬，效果越好。然后把打印的画芯拿出来就可以进行组装了。
我选的都是几何图形的图案，这种比较耐看些。撕掉 PVC 的膜，铺好，放上画芯儿，压上我 HD mini 的底板。底板还得固定下，依然走最低成本路线，斜钉就行。早期的画框貌似也都是用的它，只要不频繁的拆和装，用它也没什么毛病。终于到检验成果的时候了，对这个成品效果你能打几分？一个可能看不太出来，我把剩下的都做好摆一起就有感觉了。全是自己亲手一点点做的，还挺有成就感。就是背面糙了点，但又看不到，再固定个挂片就可以上墙了。对这个上墙效果还是很满意的，不告诉你的话，应该看不出是废木条和纸壳子做的吧？算了下，真正花钱买的材料均摊到一个画框，总共才10几块钱。虽然成品也可以买，但重要的是我学会了个技能，实现了画框自由。以后任何木料大小的画框我都可以自己 DIY 了。你有多大画芯，我就能做多大画框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